家看一下这个兄弟，哎，兄弟你有好高？163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兄弟是1.63米的一个身高，他骑在上面的话，其实就双脚脚尖着地，所以这个车的坐高其实还是对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友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仔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台张雪的张雪500，这个车是共创版的车，这个车不能骑，不能试驾。这个是关山湖区金麦花园这边的奔达店，然后他们还有一台那个绿色的试驾车啊，那个是可以试驾的。那个的话，我昨天骑了一下，所以说我会混着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骑行的一个感受。然后的话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的一个外形。第二就是这个车的跟450的联系，第三就是这个车的一个骑行的一个感受啊。车头其实跟之前的连玉脸的那版450是很像的啊，包括像冲压进气的位置啊、灯的位置啊、灯眉的位置啊，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然后定风翼其实做的很收敛啊，现在这个定风翼的造型比那个450的那个小翅膀的那个造型要好看很多，只不过像这些接缝啊这些地方，希望可以改进。侧面的话就是。发动机包板呀，这些整体性都还可以啊，整个是一体的，它并没有做那些就是镂空啊、花里胡哨的那种空气动力的造型。然后呢，侧面还是留了一个给发动机散热的一个位置啊，这个基本上都要留嘛。然后的话，油箱其实油箱并没有做得很高、很收敛，还是说相当于让你去趴上去比较舒服的一个造型，并没有说为了去唬人做的大大的、胖胖的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屁股就做的比较翘的啊，这个还是现在大家比较常见的两个通风口，并没有什么屁用啊，就好看嘛。配置的话就是上面给到了一个余安的全可调避震器，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，愿意给全可调避震器的厂家不多了。然后它甚至还给到了一个这个泰齿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它的整个转向灯的这些按钮啊，这个没有用那套公模啊，你看上面有个 logo， 应该是自己同金开的一套模具，这个看起来就比公模的那一套东西要看起来质感就要好很多了啊，这个。然后前面的这个刹车卡钳的话是给到了一个双碟，然后看起来很像双子星的一个对视，但是其实它不是双子星啊，是那个张雪机车下面的一个子品牌自己搞出来的，就像之前的那个 Tesco 一样啊，是自己弄的一个刹车卡钳。这个刹车卡钳的效能的话呢，它现在啊可能是吸取了之前450的教训，没有给的很激进啊。我捏下去的话就感觉能刹住啊，街道够用，但是它并没有说之前那么激进，让你这样子啊，倒也没有。然后前面的轮胎给到的是一个正新 S5， 前后都正新 S5，180的一个后轮，然后是后面这个刹车它给了你一点点，它的 ABS 介入的没有那么积极，就是你刹车一脚猛干下去之后，它后轮会滑一小下，就是滑一点但不多，然后马上 ABS 介入，然后就打脚，然后哒哒哒哒，马上车又给你摁回来，就是给了你一点点这种富余啊，但不多。这个车的车把其实很低啊，大家可以看出来。然后的话呢，它的整个就是你骑上来上半身的一个骑行三角其实是比较激进的，它脚踏位置其实还是偏高靠后，但是可能是因为它的坐高其实还是放的不是非常高啊，它790还是785的一个坐高，所以你感觉你的脚踏其实也还好啊，也还好。整体来说，这个车跟现在的这些就是仿赛的风格不太一样。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跑车仿赛，大部分都是完完全全去妥协于市场了，然后就是很多时候给到你的就是一个街道的感觉。但这个车的话，其实你骑上去，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不服就干的一个车啊，这个车还是很张雪的一个车。然后那个，首先我不喜欢的地方，它的整个方向很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泰齿它有影响，这个方向阻力很大，就感觉这个车方向很重，它并没有就是灵巧的那种感觉。当然这个是在低速的时候，跑起来以后就还好，跑起来以后的话，你就感觉就是随着你的身体去转动的话，其实还好，就没有觉得这个车很笨重的感觉。然后的话，这个车很轻，很轻的好处就是你在偏倒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这个车的重心其实还是很好控制的，这个车很轻啊。但是因为它的轮胎很重，所以说你在转下去再上来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感觉这个轮胎有一点拖后腿了。这一点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不喜欢，反正我不喜欢。但是你在街道上骑，其实很多时候你感觉不太出来这个。然后的话就是刹车的话够用，就它的这个双子星卡钳啊，国产版双子星卡钳的这个刹车啊，不管是前刹还是后刹够用。还有它的发动机震动，发动机震动的话，差不多就是在5、6千转啊这个区间，它发动机的震动会比较明显啊，会比较马手的一个震动啊。
怎么讲呢？它这个震动的话，比单缸、双缸要好很多，但是比起4缸车，很多就是做的比较好的那种啊，它震动还是会有一点明显。